Hello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在上一期节目中，我们聊了区块链，你还记得它吗？它就像是一个大家一起管理的大账本，每一页都是与拼图类似的区块，它们连接起来也就形成了链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在没有管理员的情况下，到底是谁来决定下一块拼图应该怎么拼？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区块链的灵魂共识机制。这个玩意儿听起来很高大上，但说白了就是一群互不认识的人，在没有中间人协调的情况下，对账本下一页应该怎么写达成一致的意见。想象一下，全世界有成千上万台电脑，有的在中国，有的在美国，有的在冰岛，他们每天都在同步同一本的账本，那是谁来更新呢？又是怎么保证大家手里的账本都是一致的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设计大神们想了一个超级聪明的方法，那就是来场公正的比赛，谁赢了谁就有权添加新的区块，并且还能拿到奖励。比赛的规则与方法直接决定了区块链的安全与效率。目前最火的两种方法是工作量证明和权益证明，也就是 POW 和 POS。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聊。先说一下那个最经典的工作量证明，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挖矿。这个机制的核心非常简单，也就是比谁算得快，比谁算得多。来，让我们走进挖矿的世界，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干嘛。每当系统也要记录一页新的账本，它就会扔出一个挑战任务。这是一道人类没有办法快速解决的数学题。这题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疯狂的猜答案。这个过程也就是哈希运算，它的本质就是反复试错，就像一个超级难的猜谜游戏，全世界的电脑都在猜，谁先猜对了谁就赢了。所以工作量证明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，你要付出大量的工作，也就是烧电烧算力，这样才能抢到那一次的记账权。这个机制牛的地方就在于它超级安全，想要篡改账本你要从头算起，要赢得历史上所有区块的比赛，还要控制全网50%以上的算力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现实世界里，这玩意儿已经整出一条大产业链了。你所看到的那些大型工厂，也就是矿场，里面塞满了专门用于哈希运算的机器，也就是矿机。这些家伙日益不停的运转，狂吃电，就是为了抢到那一次的记账权。你知道吗？以前的中国可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币挖矿国家之一，尤其是四川、内蒙古这些水电或煤电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。但是自从2021年起，中国就全面禁止了虚拟货币的挖矿行为，原因挺多的，就例如高耗能不利于碳中和目标，还有金融防控风险，以及对能源结构的干扰等。所以现在许多矿工都跑到了美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冰岛等地区。这也让挖矿的地图分布大变样了。挖矿听起来这么费电，你可能就会想了，那有没有一种更环保的方式呢？你别说，还真有。这就是咱们今天所要聊的另一个共识机制 POS 权益证明。 POS 的玩法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它不偏谁的电脑更快算力更猛，而是比谁愿意为这条链的未来下注。简单来说，你手里的加密货币就像是这条区块链的股票，你想参与记账，想要赚得分红，就得先拿出你的一部分资产做质押。简单的来说，你手里的加密货币就像是这条链的股票，你想参与记账，想要获得分红，就要先拿出你一部分的股票做抵押，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质押。
这些被质押的币在一段时间会被冻住，不能够随意的买卖，就像是你向全网交的一笔保证金，证明你会老老实实的记账，不会作假。那是谁来记账呢？系统会搞一个轮盘大抽奖，你所质押的币越多，就相当于你在这个轮盘上的面积更大，被选中的概率也就更高。所以你看，这不就像是股东抽奖大会吗？谁的股票越多，谁的话语权也就越高。听到这儿，你可能就要问了，万一那个被抽中的家伙不老实怎么办？就例如说做假账。别急，系统里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呢。一旦发现有人作弊，他所质押的币，轻则会被系统罚款，重则直接没收销毁，会导致血本无归。你想想，作弊的代价这么大，谁还敢乱来呢？这也就形成了胡萝卜加大浪的机制，让你既有动力好好干，又不会动歪心思。而且 POS 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，那就是它的参与门槛十分低，你不需要买那些死贵的矿机，不需要交天价的电费，只要你手里有币，就可以随时参与质押大军，当一个小股东赚点税后收入。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以太坊，自从它由 POW 转向 POS 之后，整个网络的耗电量减少了 99.95%， 这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当然了， POS 也并不是什么完美无瑕的白月光，它最大的槽点就是它的机制可能会导致富者越富。你想呀，你质押的币越多，也就越能得到那次的记账权，获得的奖励也就更多，然后你又可以把赚到的奖励再质押进去，获得更多的奖励，这不就是滚雪球吗？长此以往，权力也就越来越可能集中在一些大户和机构的手里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大家也是想破了脑袋，搞出了许多打补丁的方案，比如说在抽奖里增加更多的随机性，或者是搞一个委托机制，让小散户们也能够抱团取暖，把票投给所信任的代理人。不过这些机制都挺复杂的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将单独出一期再聊一聊这个事情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把 POW 和 POS 放在一起做一个直观的比较，你就能一目了然了。工作量证明的核心是比算力，它的能源消耗较高，安全性较强，抗攻击强，并且挖矿集中化。代表项目是比特币，而我们进入它的门槛就是要有矿机，并且能够承担高昂的电费。而权证明的核心是比压铸资本，它的能源消耗低，安全性依赖于惩罚机制，理论安全较高，它具有持币中心化的特点。它的代表是以太坊、Cardano 和 Solana， 而它的门槛就是有币即可参与。当然，项目上并不只是这两大门派，还有一些脑洞大开的共识机制，比如说 DeepOS 不搞全员抽奖了，大家投票选出几个超级古典来结账。PRP 拜占庭容错，它更像是董事会的投票，效率极高，但中心化程度也很高，适合企业内部或者是联盟链，还有像带个 POH 及历史证明之类更前沿的玩法，我们以后再慢慢探索。所以总结一下，无论是拼算力的 POW 还是拼家的 POS， 他们想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，在一个没有老大的世界里，怎么让所有人都相信同一本账本，并且没有人敢按账呢？ POW 靠的是干活累死你，让你没有时间作恶，而 POS 靠的是罚款罚到你倾家破产，让你不敢再作恶。他们都是通向共识这条罗马大陆的不同路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聊了半天的奖励，比如说是比特币，它到底是个啥？是哪里来的？下集我们就来聊一聊区块链世界里的绝对最美比特币，看一看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，究竟是不是我们想的那种钱呢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记点3连支持一下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聊一聊，到底是更看好 POW 还是更看好 POS。 有任何问题大家尽管打过来，说不定你的问题就成了下一个我短视频的灵感呢。我们下期再见。